中国又要开始大规模举债了。路透社报道说，2025年要发行3万亿特别国债，这个数字可把我吓一跳。要知道，今年才发了1万亿，这一下子就翻了3倍，这是要闹哪样？我先给大家算个账，3万亿是个什么概念？按目前中国16万亿的财政收入来算，这就相当于一年收入的19%。打个比方，就好比你一年工资30万，结果一下子要借6万块钱。更可怕的是，这还只是特别国债，不包括其他的债务。那咱们来看看中国的债务情况到底有多严重。根据国际金融协会的数据，到2024年3季度末，中国的总债务已经超过 GDP 的300%。简单说就是，全国所有人、企业和政府加在一起，欠的钱是一年创造的财富的3倍还多。这个数字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美国还要高。但最搞笑的是什么呢？财政部说，这3万亿特别国债要用来干嘛？说是要支持消费补贴、商业设备升级，还要投资关键技术和先进制造业。听起来挺高大上，是不是？但咱们仔细想想，这不就是变相的借钱发补贴吗？就好比你没钱了，去网上贷款10万，然后请全家人下馆子，说是要刺激消费。更有意思的是，路透社说，这笔钱部分还要用来给大型国有银行注资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银行自己也缺钱了，政府只好借钱去救银行。这就跟你借钱去还以前的欠债是一个道理，这不是在挖坑填坑吗？要命的是，中国决策层还打算把明年的预算赤字率从今年的3%提高到4%。这个赤字率是个什么概念呢？简单说就是政府花的钱比挣的钱多出来的比例。3%是国际公认的警戒线，你现在要提到4%，这不是明摆着财政吃紧了吗？再来看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，11月份的 CPI 同比下跌 0.5%， 已经连续第2个月下跌 ，PPI 同比下跌 3%， 这是连续14个月下跌。通俗点说，就是东西越来越不值钱了，企业赚不到钱了，老百姓也不愿意花钱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政府只好强行举债搞大水漫灌。但问题是，这种借钱刺激经济的方式能管用吗？就像一个人生病了，你给他打兴奋剂，短期内看起来精神了，但副作用迟早会来。最让人担心的是，这3万亿特别国债创下了有记录以来的最高纪录。我给大家找了个数据，中国上一次发这么大规模特别国债还是在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，当时发了1万亿。而在那之前，还要追溯到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，发了2700亿。你看看，每次发特别国债都是经济出大问题的时候。而且你们发现没有，每次发债的规模都在翻倍增长，1998年2700亿，2020年1万亿，2024年1万亿，2025年直接3万亿。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，再过几年岂不是要发10万亿？这跟当年明朝末年崇祯皇帝疯狂搜刮民脂民膏有什么区别？所以啊，这3万亿特别国债的消息一出来，当天中国10年期和30年期国债收益率马上就上升了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市场对中国政府这种借新债还旧债的做法已经不太信任了。毕竟债多了不愁，愁的是还不上啊。不过要说起愁，最愁人的还得是房地产市场，这可是压在中国经济身上的第2座大山。就在前几天，惠誉评级的最新报告给市场当头浇了盆冷水，预计2025年房价要跌 5%， 新房销售面积还要暴跌 10%。 这个预测已经够保守的了，摩根士丹利更是放出狠话，直接预测销售额要下跌 12%。 大家想想，这是什么概念？我给你算个账。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
2023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额是13.4万亿。如果按摩根士丹利预测的跌12%来算，那2025年的销售额就只剩11.8万亿了。这一下子就蒸发掉1.6万亿，相当于一个深圳市的年 GDP 啊！更吓人的是，这已经是房地产连续第4年下跌了。彭博的数据显示，今年房地产板块勉强上涨了 2.5%， 但这点涨幅跟前几年的跌幅比起来，就跟杯水车薪似的。而且这可怜的 2.5% 还是靠9月份那波政策刺激硬拉出来的，现在早就跌回去了。说到政策刺激，最近上海、北京、深圳这些一线城市可是动作不断，什么取消限购、放宽贷款、降首付，能想到的招都用上了。但你看市场反应如何？股价就涨那么一下下，房价照跌不误。这让我想起一句老话，形势一片大好，实际非常糟糕。最尴尬的是万科的情况。作为中国第4大开发商，这可是实打实的行业龙头啊。但现在连监管部门都坐不住了，最近专门要求保险公司统计对万科的风险敞口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说白了就是怕万科还不上钱啊。我再给大家爆个料，知道现在万科的负债有多少吗？截至2024年9月底，光有息负债就高达4217亿。这笔钱够干啥？够在北京2环内买70栋国贸大厦了。而且这还不包括预收房款和应付账款。不光是万科，香港新世界发展也扛不住了，最近在求着银行给展期。侨夫集团更惨，直接要卖掉自己的商场保命。这些可都是响当当的大开发商啊，现在一个个都成了资不抵债的富翁。有意思的是，最近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倒是说要加大力度帮助房地产市场，但具体怎么帮，一个字都没提。这不禁让人想起那句话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没钱的政府拿什么去救已经烂到根子里的房地产呢？现在这些政策就跟隔靴搔痒似的，顶多刺激出几波昙花一现的小反弹，根本解决不了市场深层的问题。说白了，政府这是在用创可贴给病人治骨折，看着热闹，其实一点用都没有。更让人担心的是人口问题。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，2023年中国人口竟减少208万，这可是自1962年大饥荒以来首次人口负增长。明年这个数字估计还得翻1倍。人都在减少了，谁还买房呢？我给大家做个简单预测，按照目前中国每年200多万人的人口下降速度，10年后就减少2000多万人。这2000多万人要是按每户3口人，每户1套房来算，就是少了700万套住房需求。而现在全国的房地产库存是多少？7亿平米，平均1套100平米，那就是700万套。这么一算，光靠现有库存就够未来10年人口下降腾出来的空房了，还造新房干啥？所以啊，这房地产市场别说明年跌5%、10%了，就是跌20%，我都一点不奇怪。毕竟这不光是经济问题，更是人口问题、社会问题，是一个实打实的难解方程。看来这个房地产噩梦短期内是醒不过来了。但要说起中国经济的噩梦，房地产可能还不是最可怕的。最近芯片产业传来的消息，那才叫触目惊心。据最新统计，2024年已经有14648家芯片相关企业倒闭了，这个数字比去年的10900家又暴增了34%。这么多企业接连倒闭，背后究竟藏着什么猫腻呢？我给大家算个账。假设每个芯片公司平均有20个员工，这个数字已经很保守了。14648家公司倒闭，就意味着将近30万人失业。这还只是直接就业，要是算上下游产业链，这个数字至少得翻1倍。也就是说，光芯片这一个行业，
今年就有60万人要找新工作。更讽刺的是什么呢？一边是企业倒闭潮，另一边却有52401家新注册的芯片公司。这是什么情况？我给大家翻译翻译，这就是在捡补贴。地方政府为了完成所谓的科技创新指标，给芯片企业发补贴。结果呢，一堆投机分子注册个空壳公司，领了补贴就跑路。我找到一组数据，特别能说明问题。根据工信部的统计，2020年到2023年，全国各地投资建设的芯片项目超过200个，总投资额超过2万亿。但截至目前，这些项目中有超过40%已经烂尾或停工。简单算算，就是8000多亿打了水漂。再看看美国这边的动作，12月23日，拜登刚刚宣布对中国传统半导体启动301条款调查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要对中国的芯片征收惩罚性关税。按照美国商务部的测算，中国目前28纳米及以上成熟制程芯片的产能占全球的38%。如果这些芯片被加征关税，保守估计中国芯片产业每年至少要损失2000亿人民币。但更糟糕的是人才流失。我查了一下数据，2023年离开中国芯片行业的资深工程师超过5000人，这些可都是年薪100万以上的顶尖人才啊！他们大多数都去了韩国、日本和新加坡。一个行业最核心的不是钱，而是人才。人才都走了，这个行业还怎么发展？有意思的是，台媒说这种大规模倒闭可能需要2年才能完成行业洗牌。我觉得这说法太乐观了，因为现在不光是市场竞争的问题，更是整个产业链被卡脖子的问题。荷兰 ASML 已经停止向中国出口光刻机，连二手的都不让卖。日本限制光刻胶出口，美国限制一代软件使用。这就好比你想盖房子，但是连工具都买不到，材料都进不来，你说这房子怎么盖？所以啊，这芯片产业的问题比房地产还棘手。房地产顶多是钱的问题，但芯片可是整个产业链都被人掐住了命门。这让我想起了一个历史典故，当年满清闭关锁国，结果一遇到8国联军就缴械投降。现在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芯片产业，又让美国人卡住了脖子，这不是历史的重演吗？我估计啊，2025年中国芯片产业的倒闭企业数量会突破2万家，因为明年美国对中国芯片征收惩罚性关税的事，基本上是板上钉钉了。别说是那些小企业，就连中芯国际这样的龙头企业，明年的日子也不好过。所以你看，特别国债发3万亿救经济，房地产继续往下跌，芯片产业被人卡脖子，这3座大山压在中国经济身上，2025年这日子只怕是不太好过呀。最近这些年，我看国内的这些政策呀，就跟农村里治病一样，大夫没本事，就只会给病人打青霉素，不管是什么病，来一针青霉素。现在经济出问题了，就只会放水发补贴，这不是治本的办法呀。要我说，与其这样，还不如把钱都发给老百姓，让大家改善生活，也比现在这样瞎折腾强。但是可能吗？好了，今天的分析就到这里。要是你觉得我说的有道理，欢迎点赞转发，咱们下期再见。